北美口碑爆棚的太空惊悚异形巨它来了，史无前例的恐怖外星生物入侵地球。寄生体吃掉一个宿主就会寻找下一个，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著名的汤古企业。为了与其他4大企业争夺地球控制权，汤古私自从外太空带回异形生物当样本。 谁知样本失控，导致太空船坠毁，刚好撞进死对头天才企业的大楼里。I want what's on that ship. 天才企业的老板博伊卡也想争夺样本，他的公司已经制造出了人机混合体，把人类意识加载到机械身体里，强大到足以无惧那可怕的异形。不过在混合体赶到现场前，天才企业早已折损了不少救援兵。 异形追在赫米特身后，幸好赫米特及时躲进电梯，才没被抓到。他迅速联系上级，说看到了一个外星生物，高约240公分，身上还有装甲。可惜对讲机那头迟迟没有回应，赫米特只能自己处理伤口。与此同时，赫米特的妹妹温蒂也赶到了现场，她是首位混合人，可以操纵屏幕入侵系统，查看自己想要看的画面。发现哥哥赫米特被困在电梯里，温蒂便想要立即赶去救他。老白毛没有办法，只能让另一个混合人斯莱利陪同温蒂。 而他则带领其余人去查看太空船内部情况。Cheers for animals. You are not animals. Now move. 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像植物又像怪物，还不断有液体在滴落，仿佛是在流口水一样。老白毛让他们去找个能抓捕这玩意的东西，可3个混合人往里走。 竟然看到了2个救援队员的尸体，他们身上有红色虫子在蠕动，那虫子到处爬。几人看到桌上有很多实验体，地上甚至还有只在舔血的猫，猫后半截身体被压扁，却像感觉不到痛一样朝他们爬过来。下一秒，猫的眼球里钻出一个像八爪鱼的东西，这东西头顶一颗眼珠子，但很快眼珠子就变成好几个，速度也快了好几分。 还好他们是混合人，如果是人类，估计已经被寄生吃掉了。温蒂和斯莱利还在四处寻找赫米特，殊不知赫米特已经到达了其他楼层。他找到一个救援兵，并向对方说出了自己看到的异形生物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了楼里有人在大笑，这才发现居然还有人没撤离。屋里这群家伙在办派对，连汤古企业的太空船撞进来，他们都毫无所知。救援兵让对方赶紧离开，但这人却关上门不做理会。Sir! Sir! Move. 异形一口钢牙尖锐无比，救援兵吓得不敢动弹，结果直接被异形吊了起来。异形冲进来大饱口福，赫米特艰难推开身上的救援兵，看到对方下巴都被搅烂了，他慌忙拿起武器对抗异形，可屋里鸦雀无声，只听得到他自己的呼吸。屋主只剩半截身体，赫米特目光被他吸引，没有注意到异形突然从楼上一跃而下。他被异形抓住脚，动弹不得。眼看异形就要张嘴啃食，一道激光却突然出现，把异形电倒在地。来人是汤古企业的生化人老黑，就是他和其他太空船员把异形带来的地球。老黑电晕赫米特，又把异形冷冻起来，想要将其送回汤古企业，但还没走出去，他就碰到了天才企业的救援兵。对方人多，他不得不投降。他努力解释地上的异形才是危险的存在，可这些救援兵根本不信他的话。
一行没有对老黑动手，只是转头去追别的救援兵，现场血肉模糊。另一边的混合人也遇到了麻烦，他看到那个流口水的怪物伸出了触角，触角像手指一样张开，仿佛想要将它吸进去。可惜他不是人类，不会受这东西影响。与此同时，温蒂终于和哥哥赫米特会合，不过他们意外发现了一群怪蛋，这些怪蛋被蓝光笼罩。当赫米特走进去时，蓝光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只有温蒂才能听到的奇特声波。Slightly? Should you jump? Slightly. Stay here. Look at me. Stay safe. Guard the omelet.